开玩笑，这要是让蓝湛发现了还得了，这要是搞天天，他会死的。晚风顺着窗缝悄无声息地吹入，吹散了最后一丝余热。洗澡后悬浮的水珠在清风的吹拂下，倍增一份凉爽与惬意。啊，真舒服！闪烁的烛光一跳一窜地闪着，炸出啪啪的声响。烛泪摇摇欲坠，挣扎着吐尽最后一丝光亮。呼，一阵掌风携着凌厉而来，暖暖的烛光消失不见，只剩下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沿照射在二人的脸上。二人深情对望，在这一天的最后一秒，将那人的面容再一次在脑海中描绘镌刻，留下更深的痕迹。闭上眼的画面停止在这一秒，期待着新的一天的到来。两声晚安流入甜蜜的梦乡，一个有着他们二人的梦。黎明的曙光揭去夜幕的轻纱，吐出灿烂的晨光。薄雾被清风徐徐拨开，拉开了绚丽的帷幕。整夜的毛毛细雨填满了地上的空隙，形成一个个清澈的水洼，倒映出美丽的自然风光。树叶经历洗礼，嫩绿的彰显着勃勃生机，如雪般纯净的花骨朵半开半闭害羞着摇摇绽放，吐露着淡淡的玉兰花香。枝头的玉露随风飘落，迎入大地的怀抱，敲出滴滴答答的乐章。到底是自己最疼爱的人，蓝二公子经过了几日的加急，总算是在百忙之中腾出2天，答应陪魏无羡回云梦看看。姑苏到云梦约600公里，距离不远，但也不算近，预见约莫半日便能到达。二人一早便整装出发，晌午左右便到达了目的地。云梦不比姑苏，早晚温差较大，晚上姑且还能吹吹凉风，舒爽一番，白日真的就恨不得整天泡在水里，不露出头来。这不，刚进入云梦边境，热风便呼面而来，许是遇见离太阳更近了几分，热气从内到外不断散发，大有要将人烤化了的架势。两人进了城里便放弃了御剑飞行，改走了陆路。自从进入莲花坞的所属范围，小小县的情绪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低沉下去。到底是近乡情怯，曾经生活了10几年的地方，如今故地重游，略显五味杂陈。尤其是曾经那些沉重的誓言，算了算了，小小县猛地甩了甩脑袋，试图把那些不愉快的都扔掉。今天他可是带蓝湛来游玩的，不想那些有的没的。口音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，果真是一个地方一个味。前一刻歇脚的地方离云梦并不远，这颗口音却是差了10万8千里。前一秒还上扬的仿佛要质疑全世界，下一秒便直接降了8度。不过还好，虽然音调不同，但大致内容还是能听清的。小小县不便出面沟通，便由蓝忘机用那平时魏无羡心血来潮教他几句的蹩脚口音进行沟通。看着面前客人穿得衣冠得体，举手投足间均显雅正端方，顶着一副神仙面容，口中却说着姑苏味的云梦话，客栈老板都不免抿嘴偷笑。房间虽不是很大，却剩得干净，被褥是刚晒过的，暖洋洋的，还带着些青草的气息。小二很热情，服务周到，在多次询问不需要帮助后，才轻声带上房门退了出去。门刚关上，小小县便等不及地扑到了床上，咕噜噜地滚了几圈，还盛情邀请蓝忘机一起，看得那人宠溺地摇摇头。住宿的地方找完了，二人便轻装上阵，准备先去云梦最有名的街道看看。早些年二人刚确认关系的时候也来过这，蓝忘机深刻地记得那里有几家的小吃是魏无羡一直念念不忘的，在云深不知处时也会时不时地提上几句，咂咂嘴，一脸渴望。不过他的性子来得快去得也快，转眼就忘了，乐呵呵地跑去吃蓝忘机给他准备的红彤彤的辣菜。这次一来到云梦，这条街便被定为了游玩的第一站。嗨，用魏无羡的话说就是吃饱了才有力气好好玩下去吗？蓝忘机不置可否。云梦素来崇尚豪爽之风，云梦人无论男女老少皆是热情似火，敢说敢做。走在街上到处都是吆喝声、叫卖声，看到客人，摊主便会热情地围上来，拉着去自己摊里瞧瞧，无论买不买都欢迎，瞧上一番总是好的。小小县也来者不拒，激动地拍着蓝湛的肩膀，让他上前去离近些好好瞅瞅。二人走走停停，无论吃的玩的都没错过，几乎所有摊位都被逛了个遍。东西买了一堆，
只要是小小线看着超过3秒的，蓝二公子一律买了下来。结果一圈下来，除了他手上啃着的小块烧饼，其他都被一股脑的塞进了蓝忘机的乾坤袋。泥人、灯笼、榴莲、香水、臭豆腐，也不知道里面是何味道。吃也吃饱了，逛也逛够了，突然变得无所事事起来。小小线从蓝忘机肩膀的衣服上拽起一块布料，不停地忽闪着，想要弄出点风来，奈何吹来的都是热风，还不如不扇。扇了几下，随意一瞥，眼珠滴溜溜一转，顺着蓝忘机的袖子滑下来，落在那人手上，仰着脸，展露了一个大大的笑脸，道：“蓝湛，我们去摘莲蓬呀，带茎的莲蓬最好吃了。”二人来到了那片熟悉的莲塘，